然后呢，最糟糕的状况就是底池65500，他选择了领先下注，他直接 all in 41000，那怎么办？我觉得我还是看到一些炸胡是一个可以跟注的状况，所以非常的困难，但是我就选择了跟注。这老先生就说了一句话。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在影片开始之前呢，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我的战队福利又加码了。现在只要加入小 P 战队，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最高总价值$500的战队福利。如果说你推荐你的朋友加入小 P 战队的话，还可以额外领取$10的锦标赛基金。活动时间有限，赶快加入小 P 战队吧。接下来呢，也是在1000、1500的盲注级别9人桌我在 UTG 拿了一个 AQ 不同花，选择加注到3000，大盲位玩家跟注。翻牌是554，2张红桃，1张黑桃，底池8500。大盲位的玩家 check。那我在9人桌的 UTG， 基本上我的范围里面不会有任何的4跟5的组合，我的4跟5可能都不会加注，甚至是 A4、A5 都不会加注。也就是说，我认为这个翻牌呢，就算是叠牌面的话，我的强牌的组合呢，相对来说比较少，尤其是对上大盲位，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 Ace Queen 呢可以有一个过牌的策略。那我当下选择了过牌，转牌来一张4，变成是5544，两张红桃，2张黑桃。大盲位这个时候呢，底池8500，选择了领先下注3500看到我翻牌 check， 他觉得这个4455都是他的手牌里面的范围所以他选择了一个领先下注，我觉得是很合理的。我的 AQ 我觉得会是一个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明确的跟注，因为它的范围里面会有很多随机的6-7甚至3-6同花、2-3同花、6-7-7-8等等的这些顺子的炸胡的组合，我觉得是非常的有可能。所以呢，我选择了跟注，然后合牌来了一张梅花9。我觉得相对来说还蛮安全的，底池15500。这个时候呢，大盲会选择一个1/3就是5000的下注。我会去想它的范围会是什么样的手牌范围，选择下注5000。如果我是他中了一个4或者中了一个5的 full house， 我会至少下注半个 pot 以上。他今天有没有可能是一些随机的牌中一些9？当然有机会。他如果会有一些随机的9，代表他一定会有一些随机的炸火，比如说6-7、3-6、7-8，然后2张红桃，2张黑桃，我觉得是非常的合理的。所以我的 AQ 呢，对上这样的范围呢，就是以这个赔率上来说呢，跟注是非常的合理。那我也不需要加注，因为我觉得加注的意义不大我的范围里面基本上不会有4或5的组合。我就选择了跟注，看到了一个是6-3不同花，那我觉得这个玩家呢就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第一个就是6-3不同花对上我 UTG 的 race 就永远都不会是一个跟注的范围。他如果合牌要炸胡的话，我觉得大尺寸会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下注尺寸。所以由我赢下了一个小底池，但我觉得有一些细节就跟大家分享。大部分的玩家还是会犯一些这种翻牌前抵抗的错误，或者是一些下注尺寸的选择的错误。接下来呢，终于到了下一个盲注级别在这个 Day 2呢，其实是一个90分钟的盲注级别，也就是说每一个级别是90分钟，然后90分钟打完之后呢是休息15分钟，每一个级别休息一次，然后 Day 2呢只打5个级别因为一个级别是90分钟加上休息时间大约是8个多小时。Day 2的第2个级别呢是在1000、2000的盲注级别同时呢这个注册呢已经关闭了。那有一些玩家是最后买入，这个时候的买入呢1000、2000呢大约是25个大盲。这手牌呢是在 Hijack 位的玩家，他有20万的筹码量，他选择加注到4500。我在 CO 位，我有23万的筹码量，我拿1对6选择跟注。翻牌是 QQ3， 2张方块，底池14000，对手持续下注5000。我要去猜想对手的范围呢，我觉得会是一个接近全范围的下注，应该要有过牌的策略。可是我觉得大部分的玩家他会认为，他翻牌前加注，他翻牌就要很高频率的持续下注。对于大部分的玩家，如果会犯这种错误的话呢，我们的66当然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尤其是在这么干的牌面上。QQ3 基本上我们的手对相对来说，对它的整体的范围来说呢，都非常的强的一个手牌所以我选择了跟注。转牌是一张不是很好的手牌，但也没有到很糟转牌是一张10，底池24000，对手又持续下注了一个13000。那我觉得转牌如果开 A 或者是开 K 应该是最糟的手牌开 J 跟10跟9大概是相对来说还好。那当然，如果说开8以下当然是更好，因为它的前卫的范围里面基本上要8以下的手牌，要帮助到它比较不可能。我还是领先一些 AJ、AK， 然后2张方块2张同花 A 的手牌组合，所以我当下呢还是选择了跟注。合牌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牌，合牌呢底池是5万他也选择过牌。那当然我1对6就是一个很明确的摊牌价值，那我就选择过牌。那我就看到对手是 A7 方块，我觉得他在合牌其实还是可以考虑炸胡但是他没有，他觉得我的范围里面
可能有一些对子不会选择弃牌。以逻辑上来说，我觉得它还是有一点点的摊牌价值。因为我的跟注范围里面还是会有一些2张方块变成是 KJ 或者是一些7、8、8、9差不多的同花连牌，它的同花 A 呢还是有一点点的摊牌价值所以我觉得它要选择过牌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让我赢下了一个还不错5万的一个底池。接下来的下一手牌呢，同样是在1000、2000的盲注级别8人桌的状况。UTG 的玩家呢，他有15万的筹码量，选择加注到4000。然后我在大盲位，我有24万的筹码量，跟注一个 AQ， 翻牌是10、19， 2张梅花，底池11000。这时候我选择了过牌。对手选择了一个7000的持续下注，然后我选择了跟注 AQ 对上它的整体范围呢，还是领先它大部分的范围。就算它今天是一个守对我都有机会击中我的 A 或 Q 甚至是一些叠牌9，让我成为最好的手牌那我觉得 AQ 呢是一个绝对是对上持续下注必须要跟注的一个手牌。转牌是一张6，底池25000，我过牌。前位的玩家呢也选择了过牌，合牌是一张9。变成是10、10、9、9、6的一个牌面。这时候呢，我当然 AQ 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摊牌价值，我选择了一个过牌。前位的玩家呢，竟然选择了下注15000， 15000其实是非常的不合理。如果说他今天是 JJ 以上的对子，我觉得他不会选择下注15000，因为我的翻牌跟注的范围很有可能有10或是有9的组合。9或是有10的组合呢，都是 full house 的组合，也都是会赢对手的所有 JJ 以上的对子。如果说对手真的有3条10在翻牌，我不觉得转牌他会过牌，因为我跟注我更像是有9，如果他有10的话，那我觉得他的10呢是一个很明确在转牌位价值下注，它的范围里面更像是一些 KQ、KJ、QJ 想要把我的 A 塞给打盖，或者是88以下的守对变成是9、9、10在台面上变成是8嗨，或者是不管了如果是55的话变5嗨，我觉得比较像这样的范围。它的 A 塞的手牌呢是一个明确的摊牌价值 ，K 嗨我不确定 ，QJ 88以下的守对是很明确的炸胡，所以对它的整体的范围来说呢，我的 AQ 呢还是一个赢多输少的一个情况，尤其是我就自认为它 JJ 以上的对子绝对不会在这个地方下注，所以呢我就选择了跟注，看到对手是一对8变成它是8嗨，然后我就赢下一个底池。非常的不错接下来呢是下一个盲注级别是1500、2500的盲注级别。我在 bottom 位，我有26万的筹码量，我拿一对9，我选择加注到5000。小盲位选择了 all in 27500大约是11个大盲，然后大盲位弃牌。那我在想我的跟注范围大概是什么样子？如果说我在 bottom 位，我拿任何的守对，我选择了加注，我应该都会跟注这个 all in。A 的组合呢，基本上我认为所有的 A 同花 A 跟不同花的 A 应该都会跟注甚至是2张同花10以上的牌Q10、QJ、KQ、KJ 应该都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当下我选择了跟注，小盲位是10J 同花，翻牌是一个 AJ 跟一个小牌所以对手呢在翻牌中了一个 J 之后呢，我的一对9就输掉了，但还好输了一个27500。接下来这一手牌蛮有意思的状况。这手牌呢也是在1500、2500的盲注级别8人桌，我在 UTG 加1，我有25万的筹码量，选择了加注到5000。大盲位呢，它的筹码量有20万，他选择了跟注。翻牌是652彩虹面，然后有1张方块。这个时候底池14000，大盲位 check， 因为我们两个人的筹码量都很多，翻牌对于大盲位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利的翻牌但是我还是希望我有一些持续下注的一些手牌范围毕竟我还是有一些价值下注，也会要有一些炸胡。我如果要下注，我至少会下注半个底池，要不然就是选择过牌。所以我当下选择了一个半个底池7000的持续下注，大盲位跟注。转牌来了一张方块7，同时有一个后门花2张方块的一个机会，底池28000。7的帮助是对大盲位比较有利的他也跳出来做了一个领先下注8000，对他来说呢，有一个领先下注的策略呢，在这个情况是合理的。原因是因为这张7对他的帮助是比较多，它会有一些很多不管是上面或是下面顺子的组合，甚至是一些转牌中的一个7的组合。对我来说呢，我的范围里面是很少会有这样子的手牌范围。那问题就在于说，我的 AQ 对上它的范围有没有足够的赔率去继续呢？这是一个非常接近的状况。那当然还取决于说这个合牌它会怎么样做动作。今天对手选择的是一个超过1/2 AQ 呢，很有可能会选择弃牌今天对手在28000的底池选择下注一个8000，我很有机会呢，在这个赔率之下，如果我合牌有机会中 A 跟中 Q 的话呢，当然就有机会赢下底池。再加上他今天是2对或是3条以上的手牌，我自认为他会下注更大的一个下注尺寸。也就是说，
如果他今天选择一个更大的下注尺寸，代表是我的赔率更糟，尤其是我中 A 跟中 Q 是很有可能不会赢。在这个情况下呢，我才会考虑弃牌我的 AQ。但是对于一个小尺寸的话，第一个就是我还领先他一些部分的炸幅，比如说很多的4或者是很多3的组合，甚至是一些8的组合，或者是2张方块的组合。整体的情况分析之后呢，我当下决定的跟注合牌啊，来了一张红桃 Q， 底池44000，对手又持续领先下注的一个35000。是一个非常大的下注尺寸啊！这手牌如果说我在转牌选择跟注，我觉得我合牌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轻易的跟注，原因是因为它的炸胡的组合还是有，再加上我又中 Q， 以一个逻辑上来说，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单纯的 S 牌，我可能就不跟注了，因为我没有对子。但是以一个 GTO 的预设策略来说呢，这算是一个蛮顶端的范围 ，AQ 来讲是一个还蛮轻易的跟注，所以我就选择了跟注。这个时候呢，我看到对手的手牌呢是14梅花，他的翻牌是一个卡顺，转牌变成是双头顺，然后他也知道说这个转牌对他来讲是比较有利的，他希望透过这个下注可以让我的 S high 或是 K high 弃牌。合牌的话，就是他只能做炸胡，要不然他这个牌是绝对不会赢的。这把牌呢，我觉得双方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只是我运气比较好一点，就中这个合牌。相对来讲，合牌是一个比较轻易可以跟注的一个状况。所以就赢下一个还不错的底池。接下来下一手牌呢，大概是今天我有印象中呢比较糟一点的手牌，跟大家讲是什么状况。1500跟2500的小盲跟大盲呢，对手在 CO 位，他有20万的筹码量，他选择加注到5000。我在小盲位，我有30万的筹码量，我拿一个 A4 方块。选择3次下注到2万。先讲一下翻牌前的3次下注的手牌选择。小盲位对上 CO 位，某种程度上呢，我们可以有一个相对宽的3次下注的范围。手牌上的组合呢，因为这一手牌呢是80个大盲有效，80个大盲3次下注的手牌选择呢，我们希望我们是要以同花牌为主。为什么呢？因为对手是很有可能因为筹码量，所以选择跟注，代表说我们需要打一个翻牌之后。那同花牌跟不同花的牌呢，就是翻牌之后的可玩性哦，同花牌一定是比较好。A4 同花，我觉得会比 A4 不同花来得好，非常多。这一些比较弱的同花 A， 如果能够3次下注，能够赢下底池，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状况。好，这个时候呢 ，CO 位的玩家呢，他面对我的3次下注，他选择了跟注，这个单挑的状况。翻牌是664，两张黑桃，底池45000。我认为我会有一个接近全范围的持续下注。我选择下注尺寸是一个接近1/3 15000。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原因是因为它跟注基本上它很难会有，比如说 JJ 以上的对子。但是我会有非常多JJ 以上的对子，再加上664，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其实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谁会比较多的6啊，基本上是双方都不大会有。翻牌呢，我觉得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的啊，两张黑桃664的翻牌，我选择下注1万啊，对手跟注，这时候转牌是一张2啊，没有开黑桃，但是一个2，然后我觉得也是很安全啊，然后呢底池75000，但是我们要想的是，我们今天 A4 在转牌下注好还是过牌好？假设他今天是7788、99、10，基本上我们下注他还是会跟注，那我炸胡不掉他的这些牌，下注就没有意义嘛。但是我的手牌过牌其实很不错啊。如果他今天是 AQAJ 啊 A10同花，基本上我中了一个4，我也可以摊牌赢过这些手牌嘛。所以我的手牌就是一个很明确啊，在这边是一个过牌的一个状况，所以我就选择了过牌。CO 位的玩家选择下注一个25000。那我觉得25000不是说不好，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很轻易的跟注啊。我在猜他的手牌范围可能会是一些随机的炸胡，这非常有可能，因为打得非常的松。当然，他会有一些2张黑桃，我觉得甚至是一些KQ、KJ、QJ 同花之类的手牌啊。A4 同花当然就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然后希望可以到合牌摊牌。合牌开一张不是很理想的一张牌啊，黑桃8，就是变成是出现了3张黑桃。底池125000，我又选择了过牌。CO 位的玩家选择下注7万，我就有一个决定要做，我要不要去抓炸胡，又或者是说，我觉得他的炸胡的手牌范围是什么？今天他翻牌对上我的1/3的下注组合的话，其实我觉得他是很有可能有一些后门花的手牌组合，甚至是 KQ、KJ。当然我不知道他的 SI 会不会炸胡，比如说 A8、A9 同花、A10 同花会不会翻牌跟注、转牌下注、合牌炸，但我不知道。如果说我的手牌范围里面有一些 AK、AQ、AJ， 我合牌很有可能都不会跟注。但如果说今天我的 A 塞都不跟注的话，那我要去抓炸，当然就是一些有对子的手牌。我这手 A4 就符合在这个范围里面，因为我有对子，某种程度上我有摊牌价值。今天如果我是7期以上的对子，我都很明确的会跟注的话，那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A4
当然有没有黑桃是有影响啊，它也符合一个抓炸胡的逻辑。我当下选择了跟注，但实际上对于一些现场的状况，就是除非你有特别确定的资讯，要不然我觉得很接近的状况呢，其实选择弃牌都会是比较好的。我还是选择了跟注啊，然后看到一个不好的消息啊，对手是10J 黑桃，就是合牌中了一个同花。输了一个还蛮大的底池，下一手牌呢是一样啊，是在1500、2500的盲注级别，第二位的玩家有20万的筹码量，加注5500，然后我在 bottom 位筹码量我有16万啊，拿1对7选择跟注，大盲位的玩家选择 all in 27500，也就是11个大盲，右位玩家弃牌，那当然我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跟注嘛。对上大盲位11个大盲的 squeeze all in 的3次下注的全下的范围呢，基本上我认为我所有的对子呢都是很轻易的跟注。对手呢是1对6，翻牌是964两张方块，然后对手中了一个3条6嘛，然后这时候转牌跟合牌各来了2张方块啊。虽然说他翻牌中了一个3条，但是我中了一个后门的通花，一个7花，所以我又赢下来一个底池啊。根本就这么简单。对，那就这么简单。可我觉得做的决定就是对啦，至于这个结果呢，当然我们都是不能够去改变。只要做对的决策，然后配合运气不错的时候，其实就是好像很简单这样。下一手牌也是非常的困难哦，是我在 bottom 位，我有19万的筹码量啊，我拿1对 J 啊，黑桃 J 跟梅花 J 选择加注到5000。小盲位是一个老先生选择跟注啊，大盲位也选择了跟注。翻牌是964彩虹面，有1张梅花，底池17500。小盲跟大盲都选择过牌，我们的 JJ 会是一个很高频率的持续下注哦。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如果选择过牌的话，大部分的转牌对我们来讲都不是很有利。只要是 J 以上的牌都有机会输啊，如果是 J 以下的牌呢，尤其是大盲位，是很有可能多了一些对子代买卡顺的机会。也就是说，我们不希望免费让他看到很多的转牌跟合牌。那我们的 JJ 也是一个很明确的可以价值下注，也需要保护下注的一个手牌啊。我选择下注8000，小盲位跟注啊，大盲位弃牌。然后转牌是一张梅花4，同时有一个后门花的机会，底池33500。这个时候呢，小盲位又 check， 小盲基本上不会有4的组合，当然可能会有一些什么 A4 同花，但我觉得以整体来说呢，它可能有一些7、8、8、9、90之类的中队或顶队的一些手牌啊，甚至是5、6同花、6、7同花都是有可能。对上这样的范围，我们的 JJ 是一个很明确的价值下注，底池33500，我选择下注16000，小盲位又跟注，合牌开了一张梅花9，变成是有一个后门花3张梅花，同时又是99644。然后呢，最糟糕的状况就是底池65500，他选择了领先下注，他直接 all in 41000，那怎么办？超级痛苦啊！这手牌我想了非常的久，就是我们要不要跟注？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我们要说出它的炸胡是什么组合。第一个，它可能5、7同花，我当然不知道它会不会跟注，但是很明确，它一定会有7、8同花。如果对手在大盲位，那我觉得相对来讲更容易跟注，因为它会有7、8不同花，它会有5、7不同花，也就是说它的炸胡的组合是更少。但是小盲位其实是不会玩到5、7不同花跟7、8不同花，甚至是80不同花都不会有。也就是说，对手的炸胡的组合在小盲位其实是更少，它会有7、8同花、8、9同花、90同花、9J 同花、Q9 同花、K9 同花、A9 同花。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啊！这个老先生看起来也不会炸胡，但是你永远不会知道啊！我当下想了一个非常久的时间，我大概想了应该超过2、3分钟，应该有。那这场赛事呢，在第2天的时候呢，是还没有用计时器，但是第3天才有。所以第2天的时候呢，我光到这手牌，我记得我想了很久，但它没有被 call time， 有人 all in 嘛，基本上大家都会给一些足够的时间。那我当下我自己就觉得说，当我今天有梅花 J 的时候，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也阻挡了一些同花的组合。当然你说都已经99644了，你说有没有同花组合，有没有差？我觉得多少有点差，差别不大。某种程度上，如果说我是一个顶端的范围，我要去抓炸胡的话，我觉得 JJ 我必须要扣到一定的频率，尤其是底池6万多，他 all in 4万，又不是说底池6万他直接 all in 10万，对不对？这个赔率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还是看到一些炸胡是一个可以跟注的状况，所以非常的困难，但是我就选择了跟注。I like your presence in the yeah. We got you. 这老先生就说了一句话 ，Good call 啊！听到这句话你就知道，赢啊，对，赢好。对方的手牌呢是7、8黑桃，也就是他是翻牌的双头顺，然后转牌一样嘛，就是双头顺，然后合牌他知道8还不会赢，然后又开了一个非常适合领先下注的一个手牌，因为他如果合牌开5跟10，他会选择下注的话，开9也是一个很好的炸胡，因为他会有7、8，他也会有8、9，他也会有9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他来讲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策略啊，领先下注，然后但是呢，刚好遇到我一个就是对误打误撞不会弃牌的人，炸错人了。你看炸到一个不会盖牌的人，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这老先生运气也不好，然后这手牌炸虎就输给我。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EV 实验室上线啦。EV 实验室这个网站呢，其实有非常多的免费文章跟扑克新闻，重点是我们有订阅影音服务。那我在上面呢有上传我非常多的线上的决赛桌，跟我用一些电脑软体去分析手牌。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学习扑克，对于学习扑克有兴趣的话呢，欢迎到下方资讯栏去观看我们的 EV 实验室。